嘿，好，歡迎來到少主林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歐叉大力神的第2款攪拌機。製品說明書人物卡，紅色的卡紙可以看到盒子上的線條，帶了2張替換的表情，金色塗裝的喇叭。剩下的配件就是手上拿的這根小槍了。歐叉的這個體型也是為了兼顧到它3變的一個無配件狀態，所以最後完成的效果嘛，其實是有取捨下來的。人形的效果。說好聽一點，其實是為了更還原動畫片裡邊的那個80年代畫風。你看它的身材比例，身子和手臂、腿的长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像如今一些第三方的產品做出來更多的美型修飾，讓它的身材比例更符合現在的審美。說的難聽一點吧，其實它比叉社還更加的醜還原，全身沒有什麼合金的零件，但是其實也不輕，因為料子給的很厚。頭雕的樣子做的還是不錯的，整個背後也並沒有那種非常厚的背包表現，它其實是把这個滾筒有壓扁的一個處理效果。360度旋轉，並沒有出現什麼偷膠的位置啊，該堵的地方都用板子給你填了起來，主要也是為了還原手臂上面這2塊鼓起的圓拱，去還原出了動畫片裡邊的一個造型細節。胸板的位置方方寬寬的，頭部左右旋轉360度。其實脖子這裡是獨立設計了一個關節的，所以它的抬頭它是這個樣子去抬，等於是把臉抬了起來，顯得有一些怪。低頭的話，因為這裡邊涉及到一個變形的機構啊，可以低下來很大的幅度。肩膀360度旋轉，側抬90度，這裡邊並沒有涉及到任何的齒輪關節，都是軸動的。2頭肌根部可以旋轉，手臂在彎曲的時候，後方有一個扣子，打開2段關節可以折到135度。手腕360度旋轉，食指有3段關節，下邊的3指各有1段。腰部360度旋轉，這裡是有齒輪關節的。彎腰這裡也帶了齒輪，也是因為變形的需要。但是彎下去會有一個很明顯的脫肉。胯部前踢90度，齒輪關節。後踢的話，因為這一塊的造型限制了，你得把它摳開一點點，哎，歪着點才能往後踢過去。側抬這裡邊並沒有齒輪，但是這個軸的支撐穩定度沒有問題。大腿根部旋轉，膝蓋這裡2段關節，屈腿的幅度還是挺大的。腳掌接地其實只是前半個腳，後邊這裡可以翻下來一個腳後跟。但是這一塊因為是向上折疊的，其實只是將將的支撐一下，所以在站立的時候還是要盡量的調整一下重心。不過屁股後邊的這一大坨紙尿褲看起來稍微的有一些礙眼。我們也是來進入這一款的變形過程。首先第一步，頭頂的2個小泡給它摘掉。這一回這2個是無法一體變形的，可以把它对着插起來。手臂這裡肘部後邊的扣子結合，上邊的這2塊拱起的板子打開插扣。旋轉180度，翻到手臂的外側，再扣上。很緊的這些小扣點，掰的時候小心一點，畢竟根部這裡都挺細的。然後手腕旋轉180度，手指都攤開的情況下，旋轉過來，把大拇指墊在這個凹槽裡邊，貼在這一塊上面就可以了。然後肩膀這裡變形有2個滑槽，首先大臂和肩頭的位置錯開縫隙，接着肩膀這裡還有一個滑槽，可以看到下方這裡的一個運作軌跡，我們把它推下來，推到底。接着肩頭上方的這一片零件90度翻開，然後把背後的滾筒打開插扣，順着這裡翻出來，頭部順着脖子的關節翻個180度貼在這兒。上方的這一塊90度翻下來，這個也是它頭泡無法一體變形的原因之一。接着我們整個掰着，順着肩膀這裡脫開這個根部的2處扣點，90度立起來。腰部側面的擋肉片对折，锁到裡面去。從後邊來看，下一步我們把肩膀放好，180度旋轉過來，再貼平，往內折疊。等於一個裡外的反包胳膊，哎，這個在上一款的鏟土機上面其實也是這樣設計的一個變形結構。下方這裡有扣點，先不要扣合啊，拉鬆的狀態就可以了。然後順着後方這裡拆開側面的2個咬着扣子的地方，
把中间的这一条拨起来，稍微的往后挪一挪，根部这裡有齒轮關節，滾筒的根部這裡有一個雙段關節，我們往起搓動一下，同時根部有一個滑槽，我們把它滑下來，讓這個軸處於一個居中的位置即可。現在摳開滾筒兩邊的邊緣，打過來，旋轉個180度。注意看裡邊這裡有小鎖鈎，我們先把這兩個鈎子掰開，然後裡邊的這兩塊再掰開，接着把這個滾筒讓進去，裡邊的這一個方框回歸，包好，再滾筒結合，鎖上，翻到後邊摳出來上方這裡的出料口，旋轉180度。再把這一塊旋轉一下，放成橫着的樣子。此時順着腰部把滑槽推動一下，這個地方特別的緊，搓開這一塊的縫隙，整個90度齒輪關節掰下來，順着胯部把腿左右劈開，襠部的這一片打開根部的扣子，旋轉180度，把這一塊對折的地方翻開，翻開以後中間是滑道鎖，我們把它推回去，結合。縫隙夾住成一塊，側面這裡有兩個凹槽，對應手臂側面的兩個樁子，把這裡鎖進去。這也是為什麼手臂剛才扣合回來不直接鎖定住的原因。把這一塊4個點都夾好。現在手臂下方和紫色面板的扣子再進行結合，全部扣住之後，用側面這兩個很纖細的小鈎子。再搭着邊鎖一下。來看這一條腿部的變形，先把腳踝的關節打開，腳尖對折放進去，收好。後邊這裡腳後跟提上來，打開小腿內側這一片蓋板，裡邊的輪子90度摳開，根部這裡有兩個小的插點，再90度把面板翻齊。小腿連接一半的位置有一個掛着的鎖鈎。又是那種很薄的小鈎子啊，看起來比較驚悚的。把它拆開，後面這裡的這一片擋肉的面板90度折進去。這個時候前邊的小腿板蓋子摳開。現在整個的外側這一片面板，一個根部的滑道抽拉，解鎖開這裡邊上下很多的咬合位點。這個時候再把前臉摳出來，旋轉個180度，這一塊提上去貼平。這塊面板蓋下來，現在這個地方是比較繞的一個操作，我們需要做的是把這裡的雙段關節疊下來放平，然後揪着這兩塊往長拉伸，它外側的這塊面板解鎖開了，就有兩段的滑軸，把它翻折180度旋轉過來，再進行貼合，小鈎子放好，這個時候側面的滑槽縮下去。把這裡的縫隙扣子都夾合上，後方這裡和紫色的腿部的鎖扣結合，都插上，輪子下方的扣子咬住，頂子的這一塊蓋下來，插合。搞定之後，從胯部的關節齒輪往上旋轉90度，再合回來，全部扣住。小槍的收納位置可以順着襠部的凹槽跟這兒插進去。整體來看一下吧，其實車前臉這一塊的刻畫細節和塗裝做的都不錯，倒車鏡的位置有專門做出來，而且前方這裡、側面這裡都是紫色的透明零件做成的玻璃。6輪接地推車滾動還不錯，而且後方這裡的滾筒也是可以真實旋轉的，但是總會讓人覺得車頭的這個位置有點長，後方的這一塊攪拌筒的位置顯得有一些短。可能也是為了兼顧到3個形態的一些合體概念吧，畢竟要做到無配件式一體变形合體啊，還是那句話，總是要有一些取捨的。不過最後完成包裹的完整性還是可以的。說明書上邊讓你把後邊就变成這個樣子，但是我發現翻開這兩塊還有2個樓梯，按自己的需求來吧。反正我覺得這玩意兒做2楼梯倒是也挺好看的，因為合體形態让你把这一塊板子掰開。但是合體形態又把它疊住了，就看不到這個樓梯的刻畫了。所以我想原始的設計應該是為了放在這兒吧。但是如果你放在這兒呢，它又折不平，就是跟這一塊會稍微的頂到一點。如果把它折到90度平，這塊就會翹起來。
如果把它折平呢，这一块又会弯折过来。所以按说明书的来吧。最後咱们来把它变成合体的形态。腿部这里先打開中間連接的扣子，然後把頂蓋的這一塊掀起來，順着裡邊的雙關節進行對折。然後下一步順着側面的這一塊門板，繼續的拆開中間所有的插扣，滑道給它拉出來，前方中網的位置往起撩一點點，下方的腳趾頭掰開，把這裡旋轉180度。啊，這個樣子大力神的腳趾頭就露出來了。上方的這塊蓋子我們90度對折完了，放下來之後，把外側的這一塊整個向上旋轉90度。這個時候再把這裡邊所有的插扣結合，滑槽縮回去，輪子90度向內翻折，後方這裡打開這一塊的鈎子，順着中間的位置翻出合體支撐的腳後跟，在往過折的時候，把這塊的小鈎子頂在這兒。現在再把2個車頭夾合。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把中間的這塊紫色往下滑動，同時根部這裡因為有滑槽和雙段關節，不需要管它，直接往下推動，這塊會很緊啊，捏着點。好，2檔把它壓下去，這一塊的雙關節也就同時折平了。現在從裡邊勾着這個邊緣，把這個加固的小架子拉起來。可以看到側面這裡會突出一個小的鎖點，我們順這裡再90度翻開這個扣子，把它掛住這個小點點。其實你說吧，這就是個事兒。本身來說，它這裡加固了一下，既做到了增加了一個美觀的形式，又讓這一塊結合的挺穩定了。但是連接的位置只有這麼細的一個。在中間的一個小逗點，哎呀，這個看起來其實還是挺危險的，而且不是合金零件，這一款身上基本都是塑料的材質，所以有總比没有強吧，反正加固一下總是好的。繼續變大腿和小腿，我們把這一塊整個的打開，從裡邊翻起綠色的零件，整個根部這裡有一個雙段的齒輪關節，我們把它往後掰，後方這裡的出料口旋轉180度。把這一塊擰過來，順着中間的凹槽盡量的往下壓，因為你要騰出來中間這個組合滑槽的位置。接着側面的這2條板子，現在才可以180度正式的打開。這個也是按說明書的工作，然後90度把它貼上來，翻折出這個邊緣，順着90度折疊放下來。這裡邊剛好有一個凹槽。我們把它夾在這兒，側面2處的扣子鎖上，合體的大腿部分，再從中間的這個位置翻起來帶有鈎子的小零件，把它挑起來，挑到這兒就是一個極限了。現在我們需要來回的調整一下這一塊，避讓一下，把這個斗裝進去，下方的這裡壓過來，注意這裡的一個結合扣子，把它鎖上。然後根部的滑槽往裡推，推下去以後，就讓整個的這個滾筒填得很平，放在這裡。側面這裡的2個卡子，再跟2個凹槽進行結合固定。最後中間的膝蓋零件放下來，左右的2片滾筒夾合扣上。另外單體的小槍還有一個收納的位置，我們把這一塊的大腿打開。順着這一塊挪開，側面這裡有一個凹槽，可以把這小槍放進去。於是現在這一條腿我們就變形完成了，整個左右的腳踝接地這裡是完全不會干涉到的，而且呢前後這裡其實本身的機器人胯部齒輪關節就已經可以做到前後彎折了。但其實呢它這裡設計了後方的雙重滑道啊，這裡4個點加滑道。和這個軸的根部關節也可以繼續的進行彎折腿部，所以呢，這一塊做了2個腳踝的關節前後活動。
其實靠這個已經完全足夠了，所以呢，後方的這一塊設計，我覺得意義不是太大。再加上這一塊板子在人形的狀態下，放在屁股後邊多少有一些累贅，也就是車型和合體形態後邊這裡相當於做了一個堵窟窿的蓋板。倒是也遮起來了，效果不錯，整體的一体性看起來会更好一些。膝蓋這裡是两段的齒轮關節，所以屈腿的幅度應該挺大的，但是膝蓋折疊的時候，這塊脫肉是避免不了的了。就是看最後組合完成以後，這一套合體其他的成员压上去以後，這些扣子能不能撐得住了？欧叉的這套大力闪，我個人感覺在設計方面，它首先能做到无配件式一体变形的3个形態，這一點就挺棒的。而且裡外面翻轉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從人形變偽裝形態的過程，這個就很多有趣的結構。但是有一些細小的地方吧，也是歐叉的一個通病。其實從第一款推土機上面，我們就看到身上有很多90度直角拐下來的鈎狀咬合。和一些像這一地方比較薄的卡，還有這些細小的鎖扣，這個地方看起來是有一點危險的，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在把玩的時候特別注意一下這些細小的卡扣啊。變形的時候不要使用蠻力，一定要變到位了、對準了，推進去它才能完全的扣合到底，不然的話掰豁了，這個地方還是挺悲劇的。歐叉的做工、用料、材質這些都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模具的精度很高，而且整個身上可以看到水口的控制也是非常棒的，能把合體金剛的3個形態都做到無配件式一體變形，這個對於喜歡把玩的朋友們來說，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無奈呀，第一款市面上的價格好像聽說已經炒得特別高了，第二款目前剛剛出貨，價格還在穩定的階段，所以我覺得還是等一等，不着急啊。尤其第三方的產品，還是等它最後組合完成以後，看看最終的實際效果怎麼樣，再做決斷吧。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的歐叉攪拌機做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